不要相信任何带着你赚钱的事儿，所有的事情前面加一个抱字都不是个好事儿。钱就是钱，不要放感情。哎呀，股票上天了啊，我去买个跑车。随着收入的增加，就去增加消费。返贫呢，就是早晚的事儿。Hello， 搞钱系列开始连载了。先说明啊，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士，我也没有群，没有课，我只是在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和思路。我呢，从2012年买了第一只股票开始，我的第一只股票是苹果，到现在呢10几年了，我的投资收益呢也成为了我的收入的主要来源。那除了股票、基金、地产、Bond， 还有 Web3 和 DeFi。让我哭一会儿去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现在去买啥，直接给出这样的建议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啊。说实话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别人赚到钱，他是不会过来感谢你的，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很牛。但是如果跌了或者赔了，他们一定会怨恨你。但是啊，可以分享我的投资思路，吃过的亏，踩过的坑，相信这些对大家呢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首先啊，我们心里一定要知道，投资就是反人性的，它就是与人类的本能反应、本能的情绪相冲突的。而接下来我讲的所有啊，本质上呢都是反人性。那第一呢，就是要有逆向思维，绝对不能随大溜。我们人类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呢？跟着大部队走啊，追随市场的趋势，追涨杀跌。看到股票上涨，开始恐惧错过，开始 FOMO 跟风买入；看到价格下跌时候呢，又很害怕，因为恐惧而抛售。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嘛，别人恐惧是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是我恐惧。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其实我们回头来看一看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一群人贪婪的强买某一只股票的时候，疯狂上车买房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该恐惧了呢？所谓买在无人问津处，卖在人声鼎沸时，市场冷清的时候悄然入场，人潮涌动的时候要全身而退。能不能在市场情绪极端的时候做出逆向操作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很难鉴定这个冷还会不会继续冷，这个热呢是不是最热的时候。我自己的经验是，如果你确实长期看好它，并且这个价格是你可以接受的，那就入，只要是时间够久，哪怕有一些波动一定会回来的。但是如果当一只股你可以随处都听到的时候，走到路上听到隔壁的人在讨论啊，甚至你一个从来都不买股票的人都在问你的时候，那你这个时候确实可以卖一点啊，不要太贪，至少卖一部分，不要担心卖飞了，卖飞了说明你至少还赚到钱了啊。第二，不要抱着完美主义的心态去做投资，投资就是有赚有赔的。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投资家，他无法在每次投资中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金钱心理学有句话我很喜欢啊 ，You can be wrong half of the time and still make a fortune。在投资中呢，你不需要每一次都正确，只要在关键的几次中了，就能够大赚。这个也是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极少数的成功投资往往能够带来绝大部分的回报，具有非对称性啊，可能就是你20%的投资赚到了你80%的钱。成功的投资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，而失败的投资呢，虽然会给你带来损失，但是只要控制好风险，你的损失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要看的一定是一整个，只要整体赚钱，你就可以继续的玩下去。所以接下来就是第3点，永远也不要 all in， 把你全部的可支配投资到一只股票里面。这其实是很多刚刚开始做投资的人的常见操作啊，一整就 all in， 动不动就梭哈，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你这样，你只要错一次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一个如此幸运的人吗？想一想自己是每一次蒙题都能蒙对的人吗？即使你再看好一只股票，你再认定一只基金，永远不要把全部的钱扔进去，至少你损失了，你也还会有翻身的机会。玩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下台桌，兜里要一直都有子弹，哪怕你因为你投的少，你赚的少了，也比你投的多赔的多了要强。那第4点是一定要具备容错机制，我们要允许一定的错误和失败发生，因为这个大概率就是必然。在投资策略中呢，预留足够的空间和灵活性。很多人呢是投资失败了一次就不玩了，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割韭菜的，或者有很多人呢赔了点钱之后就夜不能寐啊，觉得自己完了。当然了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犯了这个 all in 的错误，所以呢再说一遍，千万不要 all in。 我真的也投错过很多，我也赔过很多，谁没有赔过钱啊？没有赔过钱的人生是不幸的，因为他可能永远也学不会如何自保，可能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啊，这种早晚会摔得很。所以我不是诅咒你们啊，生活中真的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金钱的安全意识，甚至不会给自己建任何的护城河。尤其是这个市场波动啊，这个大环境下，返贫呢就是早晚的事儿，一定要对金钱有敬畏之心，给自己留有容错空间。第5，长远眼光。我们人类本能的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，要富还要暴富。我跟你们说，所有的事情前面加一个暴字都不是个好事儿。
暴富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长期来看啊，成功的投资需要长期视角，尽量的去忍耐短期的波动。复利是世界上第8大奇迹嘛？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。巴菲特本人也说过，自己大部分的财富呢是在50岁以后积累的，而没有人想要这么慢的变富。尤其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其实我们不具备玩短线的能力。比如啊，我一直都是比较看好特斯拉的。那我呢，在大家都觉得特斯拉是骗子的时候，我就入了大量的股票。那我们家呢，也是第一批 Model X 车主，也不能说第一批啊，就是真的是比较早的那一批。那个时候就要开车门，周围的人都会过来看的那种。现在大家肯定都是见怪不怪了。虽然当时特斯拉 Model X 的价格非常的高，现在便宜很多很多了，但是呢，也正是因为当时的那辆车，让我更加坚信了电动汽车的未来，所以呢，我大量的购入了股票。那回头来看呢，也是值得了。那同样，我觉得未来一定是 AI 的天下。那与 AI 相关的软件公司不一定都能盈利，但是作为生产饲料的芯片和显卡，一定有巨大的赚钱潜力。这些呢，也是大概我在5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当然呢，我也买错过很多，当时非常看好 Farfetch、The RealReal 这类的啊，现在基本都跌没了。但是不要紧，整体赚了就行。OK， 第6，不要想着在最高点卖，最低点买。这个是不可能的啊！比如我在2015年购买特斯拉股票的时候，当时大概是15块钱左右。那10年期间这么大的波动呢，我虽然没有在最高点，也就是400多左右的时候成功卖掉，因为我是打算长期持有的嘛。那拿到今天呢，也就是大概2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，我也有了12倍的增长，就是我完全不会觉得，哎，你看我400的时候卖了该多好啊，然后跌到100多的时候我再把它买回来，哎呀，可惜了。我完全不会这么想，我只是觉得挺好，我就拿着。比如说我最近在卖一些房产啊，因为我非常看衰美国的房地产啊，那我确实没有在最好的时间卖掉，现在已经开始跌了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现在就是我最好的卖的时机。OK， 第7点，钱就是钱，不要放感情啊，太情绪化呢就会做错决定。纳瓦尔在纳瓦尔8点提出了一个理性乐观主义，就是保持理性和乐观的心态。那我也在修炼中啊，并且建议大家呢减少频繁的查看这个市场。真的就是我曾经也是个盯盘侠，我就盯着它，没事我就刷一刷，没事我就刷一刷，自己到底赚了多少，自己赔了多少，特别影响心情，而且呢也特别影响判断。当然前提是你是玩长线的啊，短线肯定得当盯盘侠啦。这个我觉得没有强大的心脏和智商，就不要玩。大家也不要因为一只股票买的久就产生情感啊，舍不得卖。你觉得它如果不再优质了，不适合再持有了，或者你就是需要钱了，那你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把它卖掉。第8，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护城河啊！这个护城河，这个我其实以后想要单独来讲一讲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很多人就是2-3年内突然赚到了超多的钱，可能最后一点都没有剩下。一个是因为贪，一个就是没有建立好自己的护城河。那比如说我和我老公，我们2个人的退休账户，我们都是存到 Max、HSA 这种不用问了，每年肯定是存满的。我们全家4个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性保险。那孩子的教育基金呢，我也会使劲的存。最保守型的债券呢，我们也都会买。虽然这些都不会给我带来大量的投资回报，但是都是能够让我安心的投资，我才能去做那些非常禁忌的投资。第9，千万不要在赚得多的时候去大手大脚的花钱。这个以后也可以单独展开来讲。其实很多人啊是，看着自己账面钱变多了，自己的消费也会跟着增加了。哎呀，股票涨了，今晚吃顿好的。哎呀，股票上天了啊，我去买个跑车，买个包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只要没卖，这个钱没到你兜里，它就不是你的钱，因为它还可能跌呀。其实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，随着收入的增加，就去增加消费啊，提高生活水平。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根本配不上这样的生活水平，我们的底子可能还不够厚。那疯狂的消费行为呢，会减少用于投资的资金，影响长期的财富积累。你花掉的呢，可能是你种子钱，就是你还远远没有到收获的时候，饿了先把种子吃了。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，控制没有必要的开支，手里如果有钱，尽量的用于投资和储蓄。尤其现在这个市场啊，现在这个环境啊，手里一定要有 fiat， 不管是为了流动性，作为避险工具，还是等待机会伺机而动去捡便宜捡漏，都非常的重要。最后一点就是忍受孤独，投资不要扎堆儿，不要加什么群，报个团报个班啊。人类是社会性动物，倾向于从众行为，所以呢也容易被人利用。不要相信任何带着你赚钱的事儿，会发生，也轮不到我们头上。很多人呢都是自己投未必亏啊，飞着跟着个大牛，跟着什么大师什么的，
就是反而亏了，完全没有意义。独立思考是投资成功的关键。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所谓的专家大师，他们可能声称有独特的投资秘诀呀、盈利公式，但是现实是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市场，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每一次波动。每天都有新的市场分析、新的经济数据、新的投资建议，这些信息有的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。保持孤独啊，根据自身的条件、自身的需求去制定自己的投资计划。OK 了，那大概就先说这么多啦，磨磨唧唧的还没少说。那还有哪些内容你们想展开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我说你没去，妈妈先进去好不好？那你我抱抱你。太热了。抱抱。完了吧？你打个招呼 ，say hi。妈妈，那是我的以前吗？是的，我可以做一下吗？